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欢迎大家来到来云老师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是咱们继续学习江寒汀的春夏秋冬四条评之冬啊，最后一条评了。那么冬天的这条评呢，选择的依然是这个梅花呀，梅花这一章呢内容不多啊，其实并不复杂，画面的构图还是算比较空灵的啊，比较空灵一些啊，就是东西少嘛画的啊。那么这种构图基本上啊，像调平啊，基本上就是采取的 S 型，对吧 ？S 型构图啊 ，S 线，只不过是这种开合，这种 S 型的这个曲线程度，那么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大家在构图的时候，比如画长的这种调平啊，你就可以记住这种 S 型。那么之前呢，有些老师我看教这个阎波龙的，对吧？阎波龙的你画多了，你会发现它的很多的调平都是一个构图，基本上全都是一个构图，全都是一个 S 型的构图，站两只鸟，对吧？一只正面，一只侧面啊，所以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式啊。所以构图它需要什么？反复的练习啊，反复的练习才能够记得住它，才能够把它运用的越来越好，越来越自如啊，并不是说我知道它是 S 型构图就行了，对吧？你知道你还得会用啊，对不对？还得会用啊，所以得会运用。好，那么这张画呢，首先呢是从这只小鸟开始画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尺寸呢，我感觉又比它的要多出一平尺左右啊，得多出起码得20多公分吧，所以要多一些。那么我们这个上方啊，可以选择把这个枝子啊，回头再加长一些，给它拉长一些，那么作为调平来说啊，更好看一点啊。阎波龙那个画呀，其实你要是看过他的这个原作的话，还是挺好的啊，只不过是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啊不大清晰，照出来颜色比较淡啊，比较薄。他画的那个特别有些是在绢上画的一些作品啊，特别的不错。好，那么这张呢，我们是从这只小鸟开始啊，小鸟基本上是在纸的中间啊，中间偏左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它是面向右边，所以呢，它这个安排位置的时候，把它稍微安排在左边一点。挺好看的，对吧？我看教的老师太多了，我就没教。本来是想教大家画几张的。经常能看到有些同学在我这个群里边啊发了一些其他老师的这个课程的信息，我一看哎呦还不少啊，关于阎波龙的还不少。找好一个位置啊，首先找好一个位置，中间基本上是在纸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所以呢要找好。一开始呢，我这个纸啊比较长一些。大概呢就在这一块啊，大概就在这一块。站起来看一眼啊，中间偏上啊，中间偏上的一个位置。你看它的一个身体部分基本上是在纸的这个折线中间，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在中间偏上的一个位置。好了，我们开始啊，开始。那么小鸟在这是中线对吧？中线呢偏左一点点就可以了，偏左一点点的地方啊，就在这儿。那么同样啊，一开始呢，我们从嘴部开始画。那么这一只小鸟它是蹲在这个树枝上面啊，仰着头，蹲在树枝上面仰着头。那么它这个头部的一个动态，它是比较直的，不仅直，甚至还有一点怎么样啊？往后仰的感觉啊，只有一点点，所以你画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分寸啊。如果往后仰的太多呢，有点过分了啊，它可能会倒。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大概的位置呢就从这儿开始啊，我就从这儿开始了，不要画太大，好吧，不要画太大啊，这只小鸟。嘴巴微张啊，嘴巴微张。不要画太宽。那么整个的，你看它的眼睛啊，整个的眼睛呢，哎，也是比较窄的，看到没有？整个的眼睛啊，它所处的一个位置也是比较窄长的啊。透视都是因为透视啊。所以整体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非常的窄长。然后啊，这个眼角呢会有这个羽毛啊，铺一下。眼睛向前看，所以眼珠子点在哪儿？点在前面啊，眼珠子要点前面。哎，那么眼角这个地方你可以再点一点啊，点一点。看到没有？整个的这个嘴部的形态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眼角这一块，哎，又有小羽毛啊，摆这儿啊，大家参考一下，不要画大了，千万别画大了啊。采用这种打点的方式啊，小点儿，哎，没必要去处处都丝毛啊。看像这样的小点呢，它其实也是丝毛啊，也是丝毛，对吧？好了，那么这个很快呢，就把这个嘴巴和眼睛就画出来了，嘴巴和眼睛画出来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把身体部分呢，把它的轮廓啊，轮廓我稍微给大家呢再画一画轮廓，讲一讲，同样啊再讲一讲啊，不要嫌我啰嗦，好吧？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小鸟的一些构造。对，今天小写意啊，还是小写意的最后一条了啊，最后一条了。那么其实它头部这个地方啊，按照我们写意的画法呢，那一笔这么毛笔往这一点，正好整个头部能点出来，对不对？来调一点颜色啊，调一点颜色。那么一开始我们可以用一个淡墨的颜色啊，你可以选择直接一开始可以选择比较淡的这种淡墨。那么我教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小鸟的一个结构。我用这个淡墨，用虚线来画一下。那么这个要注意的是，它整个头部这一点要注意啊，整个的头部的一个形状。比较直，看到没有？比较直，整体比较直，并且它的一个肚子啊，不是肚子，就是内侧，你要整体把这个看成是什么？看成是一个卵形嘛？哎，整体这是头部，看到没有？整个的头部。那么后背，看后背啊。后背它有一点耸肩的感觉啊，有一点耸肩的感觉，所以后背里边要把这个头部这一块来给它凹进去的是吧？要包含着它。那么是整个的一个背部的动态，是不是？整个背部的动态啊，它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这是背部啊。那么第二圈，按照我们这个之前老师讲啊，这种套娃的一个结构，这一圈是什么呢？翅膀啊，这一圈呢是背部的羽毛，哎，那么这一圈是
是翅膀了，对吧？哎，一分为二，整个的翅膀是在这儿。下面呢就是大的这个大片的一个飞羽啊，大片的一个飞羽，成为一个什么形状？一个三角形啊，整个呢成一个三角形啊，看到没有？哎，整个成一三角形。所以你要了解它的一个结构，好吧？了解一个结构特征。那么这边它是比较窄的了啊，紧接着是哪？尾羽啊，尾部的腹羽。哎，接着是尾部的腹羽啊，就是这样。然后肚子部分，腹部啊，连起来啊，连起来，可以往外扩一点啊，往外扩一点。所以这一块非常重要，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好画，不是特别好把握。你不要画太宽啊，这个腹部不要画太宽，明白吧？如果太宽了，整个这个肚子就翻出来了啊，所以不能画太宽，这一点要注意。然后它其实整个肚子与身体它是形成这样一条线，然后这边接的是腿啊，接的是腿，但是由于它的内侧啊颜色比较统一，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整体的。其实它应该是这么一个椭圆，按照我们讲的卵形结构的话啊，这整个呢是一个圆，对吧？整个是一个圆，又分为背部，背部呢又拆分出这个飞羽，明白不？它其实是这样的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搞清楚它。搞清楚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染色，对吧？披鼻似毛。那么它这个鸟啊，其实是先用淡墨啊，干笔淡墨披鼻似毛，干笔淡墨披鼻似毛。干了之后再上的颜色啊，再染的一个淡淡的绿色。好，从头部开始啊，把毛笔呢像老师一样啊，就用一个尖毫啊、小狼毫啊，不是小的这种尖毫、小白云，类似于这样的毛笔就可以了。你给它压扁，能给它压扁，看到没有？压扁之后啊，从这儿开始，一笔、两笔。轻轻的啊，轻轻的撕一撕就可以了，不要画的太重啊，主要是这个背面这一块比较重一点，对吧？背面的这种丝毛，它颜色深一些啊，颜色稍微深一些，毛笔干一点，原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比较干啊，比较干。撕毛的时候干一些，染色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湿润一点。没有音乐啊，怎么会有音乐呢？同学们听到音乐了吗？我本来是想放一点，没放成功啊。没有吧？你看要会员，没有会员。哎，就这样，边上虚一些啊，虚一点。其实从上往下画，从下往上画都可以，怎么顺手怎么来呀，是吧？怎么顺手怎么来。哎，这个很简单啊。头稍微窄了一点，可以往外扩一扩，是吧？最重要的是哪儿？是这个翅膀的部分啊，一会儿要点。那么顺着它背部的这个羽毛中间
继续下来，从翅膀两边这么下来，就是到哪儿了呢？到尾部的这个腹羽了，对吧？你就直接干笔这么抻擦就可以了，干笔抻擦就行了。好，是不是很简单？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张案例啊。估计一会儿就画完了。那么再来画啊，它的这个翅膀呢这块墨色稍微重一点，墨色稍微重一点。你也可以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调一点这个身体的这个绿色，它好像用了一点绿色。直接用墨呢也是可以啊，直接用墨也可以的。你调一点这个绿。我用这个头绿吧，头绿啊，头绿加墨，不用花青调了，花青这个颜色质量不好啊，花青颜色质量不好。来一点，就是这个颜色，头绿加墨啊，头绿加墨。墨绿色啊，灰灰的，和下面的这个翅膀有一点区分啊，下面的翅膀的颜色更深一些。好了，调一个合适的一个干湿程度啊，不要太湿了，千万不要太湿啊，湿了比较阴啊。好，我们下面呢就快速的把翅膀给点上。那么翅膀呢，从外面往里边这样点的，打点的方式。这种点嘟的方式，点嘟的方式，看到没有？一笔两笔，看有一些弯曲弧度，就是这样的。往上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往上去啊，越来越小，是吧？好，继续啊，蘸墨啊，蘸这个颜色，刚调好的颜色啊。这边稍微高一点点啊，稍微高一点点，毛笔往上一放就可以了。啊，高一点。这是这个小的啊，这个飞羽。那么底下的长的呢，是用墨色了啊，用墨色。墨也不用调的太干啊，有的同学调的特别浓，特别干。干了之后它不润泽啊，它就显得燥，所以啊，一定要水分一定要适当啊，适当很重要。从这开始，同样的用笔方式，你看，对吧？你不要害怕阴啊。好，要用笔要保证它是直一点啊，保证它直一点，两头尖一点，下面两头尖一点，你看，两头尖一点，虚起虚收，对吧？就是入笔的时候尖一点，收笔的时候也尖一点。好，两头散开，上方聚拢一点啊，上方要聚拢一点，底下这个呢长一半，长一半啊。这边换方向啊，换方向了。
好像画的不对啊，这个，这样隐隐约约啊，有一点就可以啊，能看到一点出来。那其实真正的羽毛呢，它是一个什么椭圆形，是吧？正常我们之前画的它不都是椭圆形嘛，对吧？到了尾部，啊，就用笔更快一些，到尾部用笔干脆利落啊，干脆利落一点啊。看准之后，从中间长的地方啊开始用笔啊。两边的小一点，这样就可以了，明白吧？简单吧？然后可以用这个，趁着微微潮湿啊，这个背部微微潮湿的时候，用这个稍微浓一点点的墨色啊，你趁着湿的时候，你轻轻的在上面呢再撕一遍，再蹭一遍，那么它出来它是有浓有淡，对吧？非常自然啊，过渡非常自然会，所以这个要把握好这种画画的一个时机啊。经常呢，其实一个是颜色很重要，调色很重要，另外就是有一些细节调整的一些时机，它也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画画经常有时候要瞻前顾后啊，不能一个劲儿往后画，有时候得往回看一看。包括头部呢这边已经是干了啊，我们把前面比较重的地方啊稍微撕一撕。好了，不要撕太过啊，其他地方以颜色为主啊，是以颜色为主。好，下面我们画这个腹部了啊，下面我们把腹部画一画啊，腹部呢是一个赭石色，朱标和赭石啊，或者是鹅黄调赭石的这么一个颜色都可以。有朱标用朱标，没朱标用鹅黄啊。朱标，选择一支稍微小一点点的毛笔啊，或者还用刚才这支毛笔也可以，都可以，只要你控制得住就行。你看，有点朱标啊，朱标呢还有点红啊，这个朱标。朱标如果有点红，往里边稍微加点藤黄进去啊，缩小一点，看看调色。那么朱标这个颜色，你看也有点红啊，有点红，我们稍微加一点藤黄。那么用鹅黄就比较好啊，感觉鹅黄这个颜色可能会接近一些。调点藤黄和朱标调一块啊，调一个淡淡的这种黄色，那么就是它首先调一个这个小鸟它的一个肚子部分最浅的一个颜色啊，肚子部分里面最浅的一个颜色，用这个颜色啊托底。好，笔尖要蘸一点赭石啊，笔尖呢我们蘸一点赭石，笔尖蘸赭石。画的时候注意啊，画的时候不是撕毛了，千万不要老撕毛啊，不要一画小鸟就撕毛，它的处理方式很多。
那么它这个我发给大家的这个图片啊也很清晰了，其实已经你看它采用的是这种点法啊，点法。小点，看到没有？不要点大了，一开始啊，不要点大了。它和丝毛差不多啊，差不多。你看颜色逐渐就由深到浅自然过渡了啊。旁边类似于丝毛，看。不要画太宽了啊，不要画太宽了。看到没有？你也不要去蘸颜色。如果毛笔里边感觉现在颜色也不太够了，你也不要去蘸颜色，就画慢一点，它其实还是能出来颜色的啊，还是能出来颜色的。那我也没蘸，我也没去蘸它，这边好像印的有点大了啊。好，到这窄没有颜色了啊，接着就是拿腿羽接腿羽了，要注意啊，把腿羽接出来，你看，紧接着就接腿羽了，然后这边尾羽这个地方稍微接一下啊，就接腿羽，然后回过头来看看啊，看看形状哪里需要修整，微调一下啊，比如上面颜色不够重，笔尖再调颜色，再蘸一点这个赭石。这次啊，毛笔稍微干一点，把笔肚子的水分吸走一部分啊，然后笔尖蘸色，保证它稍稍干一些。再走一遍。也可以等它稍微干一点了之后再画，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啊。现在画它有一点湿，等它略干一点之后再画。把这一块加重一点，对吧？好，现在画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啊，因为这块已经太湿了。那么趁湿把底下这一块稍微加重一点，内侧这一块加重一点，对吧？这边腿部呢，稍微加一加，轻轻的加一加啊。现在再把它的一个背面的颜色，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头绿啊，头绿加墨的这么个颜色啊，头绿，你也可以直接墨少加一点啊，直接用头绿啊先染一遍试一试。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绿色啊，一个绿色，对吧？来染色啊。
边缘的地方留一定的距离啊，让它自然的渗透过去。来自然渗透过去啊。好，我现在这只鸟呢就画差不多了，对吧？哎，这鸟就差不多了。纸好像放歪了一点啊。那头部干了之后啊，稍微哪里不是特别准，稍微再修整一下就可以了。稍微再修整一下就可以啊。然后把小爪一勾啊，小爪用这个浓墨啊，干一点的浓墨勾一下。嘴巴回头用淡墨一染，就大功告成啊！大功告成了，很简单，基本没啥难度啊。这个鸟，爪子注意，哎，勾的时候要像写字一样啊，要像写书法一样。那么这个长度注意啊，不要勾太长了啊。哎，起笔收笔，对吧？顿笔，收笔的时候毛笔顿一下。这个不要阴了啊，有点离太近啊，有点阴了。有点阴了啊，上面个爪子等它干了再画啊。上面个爪子等它干了再画吧。我拿吹风机稍微吹一吹啊，拿吹风机吹一下，我把麦闭一下。好了，那么干了之后啊，我把这个小爪子给它加上啊。3根小爪子，3根小爪啊。那么干了之后，你比如说这个翅膀啊，翅膀里边可以稍微再用重墨啊，稍微的补一笔啊，就把它的一个羽轴的感觉呢，给它加强一点啊，用浓墨稍微加一笔，包括尾巴。包括尾巴可以稍微加一笔。
小胡须，眼睛里边就是淡墨啊，其实就是淡墨染的，眼睛其实就淡墨染一下就可以了。嘴巴也用淡墨稍微染一下。这爪子好像画长了啊，爪子画长了一点点的。大家画的时候爪子不要画那么长啊，注意一下不要画那么长，好像长了一点啊。眼睛也是淡墨啊，眼睛也是用淡墨，然后旁边周围的地方可以用墨稍微重一点，把它的这种体积感给它突出一下啊，突出一下，画长过了，画长了就长了吧，没事啊。好，下面呢我们画这个树干啊，树干跟着画的大长爪子，不要画那么长嘛。那么再来画这个树干啊，画树干呢，你就一开始呢，咱们就是毛笔，首先选择一支稍大一点的毛笔啊，稍微大一点的毛笔啊，就不要皴叉叉的太多，好吧？42码的，没事啊，脚大站得稳。它这个树干画的又很复杂，哎呦，又很复杂。树干画的很复杂。底下你树干出枝的一个位置你要看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个纸好像比它那个长一些啊，所以出的时候稍稍往下来一点点啊，稍往下来一点。否则咱们这个好像这个纸用不了啊，用不了。是不是画高了？这是小鸟啊，好像画高了，上面留小了，上面好像留小了一点，下面留宽了一点，留长了一点。所以画这种比较长的这种画就得怎么样啊？站着画，坐着画很容易画不准。用笔随意一点啊，侧锋啊，墨呢不要太重啊，因为它这个画的比较墨色比较温润的这种感觉啊，很温润的这种感觉，所以基本上是一种淡墨。啊，用笔放松自由一点啊，放松自由一点。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交替进行啊，交替进行。
吧？而不是说完全像画山水画。山水画基本上都是这个比较干、比较淡的这种墨啊，皴来皴去，皴来皴去，反反复复。写意画呢，咱们花鸟画其实更讲究啊这种整体的这种用笔、这种墨色的淋漓和自然的统一啊，更讲究一些。它的一个审美点其实就是在这些点上。山水画可能讲究这种叠加的厚重感啊，层次叠加的厚重感。你要会画石头，你就会画这个树干啊；你要会画树干，你就会画那个石头。好，先不动它了啊，先不动它了这一块，先不动它了，稍干一点，我们再去整理一遍啊，稍干一点再去整它一遍。那么这是树疤啊，上面是树疤啊，下面是树皮儿。好了，别动它了。花鸟画适合在毛毡墙上画呀，站着画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是小写意，你可以站着画；大写意那站着画，那水啊墨哗哗往下滴。所以小写意是能站着画啊，大写意呢还是基本上是，大写意它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先在桌上画差不多了，拿来挂起来。如果尺幅很大啊，你给它挂起来看一看，然后挂墙上啊，钉毛毡墙上，这么来修改它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出枝子啊，出枝你可以选择从这个枝梢往下面接，也可以选择从这边啊往这边出都可以。所以这个画法一定要灵活啊，一定要灵活，因为有时候你先从重要的位置开始啊，因为你这样接的话，你害怕啊位置跑偏了，那你可以先从上面，对吧？你从上面这么往下接过来也可以，反正是分段的嘛，可以一段一段的画也可以。
如果说你能拿准啊，你就从这边往这边这样画。墨太干了啊。它是有淡墨啊，有浓墨，这么要交替的运用，对吧？有些地方，比如说墨色比较干一些啊，有些地方呢就墨色要湿一点，要淡一些。有的地方可以自由发挥一下，根据你所画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肯定是这个位置上，因为咱们尺寸不一样，对吧？所以位置上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这个时候要灵活啊，随机应变一下。好，把这个都给它出完啊，把枝子呢其实是都可以画完，上面再加高一点啊，加高一点。再加一些小枝子。淡墨的地方可以拿浓墨破一破。好，把这些差不多啊都画出来了之后啊，这种枝子啊，怎么出它的一个构图，基本画出来之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直接点了，点梅花啊。梅花呢，它这个梅花用一个朱砂的颜色啊，朱砂的颜色，不是特别的鲜亮的一个颜色啊，用朱砂。重的地方你可以加一点什么曙红啊。
基本上是比较平的这么一个颜色啊，和这个海派啊，什么无常树啊，他们啊画梅花呢，基本上都是颜色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比如说一个花瓣里边啊有白又有白啊又有红，它没有啊，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的一种颜色。你刚聊啥呢？为了画画都把老公给换了啊。毛毡墙我也本来想钉一面的啊，拍照片钉了个毛毡墙之后啊，拍出来比较好看一些啊，起码能平整，不然像现在经常拍照都拍不平整，都粘墙上的，粘墙上呢效果也不大好，好了，我们来画一下啊梅花。那么梅花呢，点的时候有正有侧，对吧？哎，有正面有侧面。有要开的，有没有开的，对吧？所以啊，这个角度上啊，你要把握一下，自己把握一下。有开的比较大的，有开的比较小的。哎，这边有正面的啊。我本来是想把我们家客厅啊，把电视机把那面墙全拆了，我粘一面大大的毛毡墙，想法非常大胆。后来发现实现不了，我感觉这样我就得被赶出门了，被赶出家门了。房间太小了，站那没啥用啊。我挣钱了，我去租一个房子自己住啊。哎，像这种啊，有的这种像什么仓库啊，像那样的顶特别高，空间特别大，那种会比较好一些。所以你看北京啊，它有好多的这种画家村呐、哎，宋庄啊，像这样的啊，像这样的地方，对不对？
我稍微挤一点这个曙红啊，稍微来一点曙红，颜色上让它有一点差异，好吧？特别是花骨朵，花骨朵呢，有些可以让它深一些，有的颜色有点太平了。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嘛，我在的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画画的，然后那边它是房子，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那种工作室啊，顶又高，特别高，然后里边面积也挺大的，然后收费也便宜啊，收费也便宜。有些呢可以拿这个拿画抵账，你知道吧？就不收你的费用，不收费用，但是每年比如答应他啊，给他多少张画，多大尺寸的这样的，也有这样的，这种呢也挺合适。那后来呀，这个口罩啊太严重了，我那个之前那个工作室啊，白扔了1年的这个租金。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你弄一个毛毡墙啊，弄一个什么，有时候会用到特别大的这种画板，那么其实都很方便。如果说在家里边，其实还是挺不方便的，家里边不敢造啊，在外边敢造啊，那画起画来激情澎湃的时候，那颜料弄到哪都是，在家里不完了吗？像这样的地方啊，都给它点上。点梅花注意点聚散啊，注意一点这个正侧啊。有的同学点梅花全是正面的，正面的就像这个用电脑复制粘贴的一样啊，排一片，对吧？那不行啊，排一片是不行。比如说像这个画一个侧面的，对吧？或者相对来说背面一点的，哎，那么它的有的花瓣必须得有大有小啊，千万不要说都画一样大，对吧？那么这个啊，或者有深有浅，然后从花蕊从中间从这个地方点，然后花托从这儿点，把它点成一个背面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得会调节啊，会调节。有时候有同学就画画有时候太老实了啊，你就想象一下那个感觉。
好，然后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有的用墨勾也可以啊，不用墨勾，不用墨呢，用这个曙红啊，用曙红勾也可以。呀，正点给忘了，拿这个曙红啊，或者用胭摘点胭脂进去也可以啊，用曙红吧。来曙红，点的时候呢，把这些花托啊一个一个的都得点呢，好多同学懒呢。你像花托这样的地方，他都不点啊，不愿意收拾。就说啊，收拾这个环节很重要啊，收拾的环节很重要。露个小尖儿啊，发个芽啥的，对吧？哎，这不小花托一点，它不就特别精致了吗？花蕊一点，对吧？那有的这个可以把这个花柄啊，可以点长一些，是吧？哎，像这样的，让它歪着一点脖子啊，也不一定非得是从这个正中间这么长的。不就好看吗？啊，像这样啊，一笔一画的啊，一丝不苟的，别着急，别着急。
打这个点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摁下去啊，一个点一个点的摁下去，别有的同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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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特别快，跟啄木鸟似的，跟那个缝纫机呀，就是这样的，点出来各种形状都有啊。仔细一看，有的三角形的，对吧？有的开叉的，啥都有，就不讲究啊，稍稍慢一些，可以把这细节都做到位了啊。所以说写意画呢，它细心收拾啊，不能光想着痛快了啊。光是挥毫泼墨，痛快了啊！哎呀，一天的压力，哎，没了。结果胡乱画了一张，抹了一张，是不是？那不耽误时间吗？何必呢？你跑2圈步得了呗，出汗。那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你就说吧，啊，你就说有没有这样的啊？因为梅花咱们画了几次了啊，包括之前一开始画的那个喜鹊，对吧？报喜图那张，那不就是吗？哎呦，有的图片打开仔细一瞅啊，它就不能仔细看，对不对？包括这个画的这个花蕊，一根一根的，你画仔细了啊，哪粗哪细，对不对？从哪长的，对不对？有的这个花蕊呢，它就这个就直接就是那个点，对吧？一点下去这么一带，哎，从上面一点下去往下一带，有没有这样的？举个手来，是吧？你看就是这样，点上去往下一带，哎，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画的？一根一根的画好啊，画好。讲究一点。有同学老说画不好，画不好，为啥画不好啊？没有认真画嘛，对不对啊？你不舍得花那个功夫，哎，不舍得花那个时间，完了又想，一出手能出一张好作品，怎么可能？是不是？那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让老师给你们讲课，那是能学了1、2年就能讲课的吗？这认认真的画出来也好看，是吧？这不画出来挺好看的吗？是不是？别老偷懒啊！怎么什么都知道？哎呦，教的学生太多了啊！各种心态，就是刚开始画和画了一半的心态啊，和画了最后剩1/3的心态啊，剩1/5的心态，那我都清楚，自己也画的多，所以自己也了解，对吧？然后教的学生也多，各年龄段的都有。从画面能看出哪些同学画画是动脑筋的，哪些同学画画是不动脑筋的，对吧？就像这样一丝不苟的，一根一根的啊，一个点一个点的，都给它画好。那画面它能差哪去呢？它差不了啊，最后的呈现效果它不会差的啊。
你反正是已经花这个要准备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啊，你稍微再多花一点，对吧？本来每天准备拿出40分钟来画画啊，其实再多拿出20分钟，它的效果就会好1倍。都点到了吧？点到为止，你看看。然后有些地方可以稍微的再给它点一点胎点啊，再点点胎点呢，再给它收拾一遍，对吧？再收拾一遍。再来调整一下啊，再稍微的收拾收拾就可以了。比如有些地方这个墨色，让它丰富一点让它丰富一些，整个的它看起来它就会完成度啊就会比较高啊，完成度就比较高了，对吧？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把这个底下收拾一下嘛。底下的树干啊现在都干了啊，干了之后你看看效果也可以，对吧？稍微再收拾一下，有些地方重墨的地方啊再给它加重一点啊，再加重一点，然后稍微染一染，稍微染一染。所以画画的一个程序，我是朝着比较节约时间的一个程序这么来画的啊，所以先画什么再画什么，比较节约时间，而且哪一种比较符合画画的逻辑，对吧？不是说从上到下看一个地方画一个地方，不是啊，是按照画画的一个逻辑来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程序。因为临摹跟创作不一样啊，对吧？临摹呢，你有可能是看到哪儿就画哪儿，对吧？那么创作它不是这样的？创作它是有构思的，它必须得按照先后顺序它才能画出来，因为他也不知道它下一笔下去啊，画面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养成这种按照创作的一个程序来画画，来临摹，这个很重要啊。有的同学呢，就是比如看到树干，先把树干这么一画，对不对？然后底下还有梅花啊，底下的梅花还没画呢，忘了这一茬了。底下还有花啊，没看到。好，把这边稍微扦插一下啊，扦插一下。我们再来画底下的这个枝子啊，枝子。差不多这个9点应该是能画完了，这个很简单嘛，没啥太大难度。
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些枝子。它的一个穿插组织啊，你看看，主，辅，主辅破，对吧？然后从这边又来一只啊，又来一只。那么这一支其实也可以看成这个整支的一个什么一个辅支，对吧？按整体来说，把这个看成一组，那么这是一组，那么这一组和这一组它是一个平行关系，基本上是同向的。同向的，那么它是主，那么它是辅。往上去的呢，这边不还有一支往上去的吗？它就是一个破啊，主辅破。那么我们看它出支啊，出支的方式其实都比较相同啊，比较相同，是吧？顶多是这个朝向有一些不一样，对吧？朝向上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规律嘛，出支的一些规律啊，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你要把它运用好了，它能特别好看啊，能特别好看。回头再给大家，有创作课再给大家讲啊，单独讲一下这种出支的一些道道啊，里边一些规律。所以很多同学他不知道怎么出支，他如果自己出啊，自己乱出很乱啊。你即使知道什么女字出支法，对吧？什么鹿角式这些，你即使知道，你都不会用，明白吧？真正的创作起来，很多同学就不会用了。所以理论是理论啊，实践是实践，你得结合起来才行。你看，稍微做一些改变啊，包括这些地方，因为跟他这个画的已经有出入了，已经是有出入了。包括一些高高低低啊，哪高哪低，也是有讲究的。哪边长哪边短，哪边多哪边少，出的时候怎么好看，都是有讲究。好，下面呢，把这个梅花稍微点一下啊，点一下梅花。来点梅花啊，老师找到了我以前点梅花的这支小毛笔啊，小小的胖胖的，这个已经掉毛掉了不少了，秃了。再饱满一点就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以前点梅花，点这种小花呀，特别好用。
这个就被称之为什么蒜头笔啊，像个小大蒜一样那种感觉啊。我都问问有没有做这种的啊，定做一点。这个就是当时专门让人家给做的。小花，有的像这样的点这种小花瓣啊，如果笔锋太长，它点出来，好多同学是不是点出来是方的，是尖的，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同学一点没有点这种小花，一画出来就要么就是个方点啊，要么就是个尖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那就是因为笔锋太长了啊，这是因为笔锋太长了，知道吧？所以像那样的，你要学会什么藏锋啊？你画的时候要藏锋，也不能直接点，直接点肯定是不行啊，直接点肯定不行嘛。所以好用的毛笔也非常重要啊。之前点梅花，我那几张都是没有特别没找着这支毛笔，没找着。那天使劲找了一下，找着了。稍微画快一点啊，不然一会儿还想再画一张呢，这个画太慢了。稍微整快一点，好吧？点的时候点点大大小小的，对吧？点点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哎，高高低低。花瓣呢也不一定非得是五瓣啊，也不一定非得是那么圆，里边带一点这种小的碎瓣。因为真实的梅花，你看看它其实包裹的很严实，就一层压一层，然后中间也是起个边儿啊。那这一块的花呀比较丰富一些啊，比较丰富一点。
对呀，真实的梅花其实这是概括出来的，真实梅花其实花瓣还挺多的啊，特别是那个小花苞啊，那个小花苞大大小小的特别明显啊，深深浅浅，大大小小，很好看。再来点朱砂。来看梅花的一些形状啊，姿态要多，小的花骨朵啊，这个变化大小变化让它丰富一些。哎，有这个啊，有一个背面的，它背面有时候有一些透视啊，它背面有的背的厉害啊，有的是正背面，有的是个侧背面啊，都不一样。好，然后来勾一勾啊，勾一勾。什么意思啊？选择性失明，我真没看啊。聊啥了？我专心画画呢。右手链接啊，买不了啊。好，把这个稍微点一下啊，把这个点一下。曙红，从里边往外面啊，从里边往外面勾，是吧？
花托。像这种小的花骨朵啊，可以这个花托可以点大一点，就没有开嘛，就完全是那种没有开的这种感觉啊。那这样的呢，可以给它点成一个背面啊，长在这个树杈这一块。发挥点想象力啊，发挥点想象力。把这几个，我突然就给它连成一个了啊，给它本来是好几个点，对吧？我把它组成一朵花了，不也可以吗？所以画的时候一定是很随机的啊，很随机的，要有想象力，要平时多练多看啊，掌握一定的这种基本规律之后，基本的形状，基本的这种组合方式啊，然后你再运用起来，你就把它加以运用就可以了。也不一定完全是按照人家画的这个感觉来，对吧？好，可以稍微点快一点啊。
又快整点了吗？没有吧？等一会儿再画画，人没了。下次不画梅花，画啥呢？画来画去，这个花鸟画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好了，差不多啊。有些地方该点点啊，点一些点啊。手都麻了，别点了，歇会儿啊。你们画不好，原因是不是都用来点赞了？手点赞都点累了，是不是？画白色的梅花，画白色的哪有白色的梅花呢？有白色的梅花吗？绿梅，对，有绿梅，白梅，还真不知道呢。是吗？白梅咋画呀？这都是白色白纸上白色，不看不见吗？好，这个梅花呢，今天这个组合还可以啊，小枝子画的也不错，自我表扬一下。好，下面呢，把这个石头，石头啊，给它画一画啊，或者刚才倒了特别重的墨，把这个树枝，树枝的这些地方，该强调的，再给它用这个特别浓的这个墨，再强调一下。
有的地方该打点的打点，把胎点给点上啊。胎点。仿古轩，没有什么这个，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主要是，咱主要是学习啊，咱主要学习。你说白梅跟点这个梅花有啥区别吗？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好，好了，这个小石头啊，小石头画一下啊。这个小石头染色呢，有一点小道道啊，染色有点小道道，有点小技巧。染色有点小技巧啊，它这个染色，因为我们已经画了梅花了，如果你整体那么染不好，容易把梅花给弄脏了啊。它那个其实肯定脏，会有一些脏啊，但是不能弄太脏，对吧？所以染色的回头我们从背面染啊，这个石头从背面染，稍微的谨慎一些啊。那么石头的一个墨色呢，相对来说相对于前面的树枝、树干与这个梅花的枝子来说呢，它也是比较浅一些了，比较淡一些的淡墨。由于我们这个梅花画的比较高啊，画的比较高，所以呢，我们这个石头啊，我们让梅花露出一点出来啊，露出一点出来，不要全用这个石头给挡住了，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看啊，露出一点会好看一些感觉。露出一点来啊。那么到下面呢，由于咱的纸比较长啊，下面呢它这个纸比较短，它基本上到这儿就没了啊。你看咱们这个纸呢，到下面还有，所以要自由发挥一下了啊。又到了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了。就直接给顺下来啊，直接给顺下来。底下呢，这样斜向的皴一皴啊，皴一皴。墨色啊，一气呵成啊，干湿浓淡，一气呵成，不用拖泥，不用来来回回的，没必要啊。一次给它搞定。不用皴太多啊，皴多了，和这个树干这一块啊，它其实就搞一块去了，就搞不明白了，对吧？画不出来了。所以不用皴太多，平一点，让这个石头啊稍微平一点，相对来说，因为它在背后啊。通过颜色来给它进行一个区分，其实就行了。
啊，稍微抻擦一下啊，这个地方来一点啊，皴一点，皴一点就行。上面注意一下，到这儿吧，到这儿有点高啊，有点高啊，感觉，到这儿又有点矮，矮了石头也不好看，到这儿又感觉有点高，我看看上面空间啊。注意石头的一个层次，稍微衬着一点啊。稍微衬着一点，然后到时候直接从背面染个颜色，不要从这个正面染了啊，主要从背面染，一下颜色。所以这个树干，比如边缘呢，或者是里边皴擦的地方啊，有些地方该加重的加重一点，不然分不太出来啊。原画实际尺寸也不知道啊，可能比我的短个20公分吧，也就短个20公分左右吧，顶多就是1平尺的一个小1平尺。咱们现在是4尺对裁的这个调平，那么它是4个平尺，它那个呢其实就是1个平尺啊，明白吧？有什么问题？胎点要点在什么地方？你说是哪儿的胎点呢？胎点点的时候要有这种节奏感就可以。一般点在什么地方？转折的地方，对吧？转折的地方需要点呢，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其实这张画出来还挺好看的，这个梅花啊还挺好看，虽然简单，画好也不容易，对吧？画好也不容易啊，还可以啊。我们把这个小的小叶片呢给它加一加啊，小竹叶。竹叶呢，用这个花青色啊，花青。花青调一点，刚才那个碟子里边不有那个头绿吗？给它调一块啊，也别单用花青了啊，给它调一起。那么整体的这个竹叶的一个颜色是比较浅的，对吧？很浅的，其实还特别的浅，没什么颜色。画竹叶呢，得选择，我今天又找出来很久以前买的一支毛笔啊，一支贼长的这个笔锋，看笔锋老长了。画兰草用的其实是以前画兰草，写那个
写书法用的啊，写字用的，试一试啊，好久没用这支了。可以先画这个叶片啊，可以先画叶片。哎呦，锋长啊，这个锋长，而且是一个羊毫，特别软，没什么弹力。有点太软了。先把这些啊小枝子啊给它画出来啊，然后呢再来加叶，对吧？再来加叶。也不用一模一样了啊，不用一模一样了，大致它这个叶加的比较规矩啊，比较的规矩。对，也羊毫，挺好的。先把小枝子啊大概画一画，大概画一下，别画太清晰了啊，别画颜色浅一些，小枝子颜色浅一点啊，别画太清楚。哟，画反了，忘了是在画竹叶了，一下子走神了啊。都是这种从人的方法，看到没有？基本上全都是从人的这种啊，从人的这种画法。画的时候注意角度啊，注意角度，不要太平行，进行一个夹角这样的啊，有一个交叉，看到没有？有个夹角的感觉啊，交叉的感觉。上面的大一些，下面一层呢，它就会通常会短一些啊，短一些。左边的大一些，右边的就小一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一个规律，注意一下。是吧？大概就是这样，哎，不要画多了。好，一会儿翻过来啊，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等它稍稍干一些啊，干一些之后翻过来，我吹风机吹一下吧。好，喝口水，倒点是吧？把石头这个笔墨给它吹干啊，包括树啊吹干，吹干之后我们翻过来，翻过来呢设个色。我把这个声音关一下啊。
好，翻过来啊，一定要翻过来。那么设色的时候，你看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呀，可能不特别清楚，没事。我们来啊，先底下呢，你看它这个黄还比较黄啊，这颜色设的还挺好看的啊。设色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毛笔啊，大一点的毛笔。哎，它好像是有这个土黄还是藤黄调的啊，藤黄吧。这刚才是不是挤了藤黄了？对，藤黄，还有刚才挤的朱标，我调一调啊。大致就是这么个颜色，藤黄多一点，浅一些，有点像那个黄金，那个土里边刨出的那种感觉哈，岩石里边那种矿，那种金属的感觉哈。加水。那么从背面设色啊，咱们这个颜色稍微要设的厚重一些，否则到了正面颜色很淡啊，颜色很淡。它和从正面那是不一样了，对吧？你看看我们背过来之后，发现这些颜色会浅一些，对吧？哎，正反一对比，是不是？所以咱们从背面设色，你如果想让正面有效果，所以背面要稍微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啊。先来一遍啊。整体呢，咱们先来一遍这个调好了这个颜色啊，偏黄一些嘛。像这些梅花的地方啊，该让着一点呢，就让着一点，否则弄脏了它也不好看。能让着就让着一点啊，实在让不过去了，你就盖住它也没事。因为我让的太厉害也不行，为什么？让的太厉害会导致这个设色非常的不均匀啊，会花掉，那也不好，最终效果也不好。所以能让就让，不能让呢，实在让不了的地方啊，你就盖过去也没事了。这种生宣背面设色应该很常见吧？你们不知道吗？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啊。之前春分的时候啊，是立春还是春分的时候，我们画那个叫什么迎春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去年做活动的时候画迎春花，我就是背面设色的嘛，对吧？为了不破坏正面的那个黄色啊，为了不破坏那个黄色，就选择了背面设色。所以画写意画背面设色呢，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啊。能躲就躲，躲不了呢，盖住一点也没事。好，是吧？完成啊！下面再来一点绿啊，来一点3绿。
来点3绿，整点3绿啊。那么它这个石头，它有些地方是不是有个绿色呀？对吧？我调点3绿，调点3绿。对对，你如果非要画白梅花，可以啊。绢本很正常，绢本它其实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嘛，原理是一样的啊。比如绢本在染一些白色的花的时候，它染不白，因为白色是很难染匀的，明白吧？它根本染不匀，它只能通过这种厚涂的方式。哎，当然这些地方你可以选择在正面，比如石头这些地方啊，这块，比如这块这些地方可以选择在正面染一些3绿，染一些3绿，这是可以的。哦，这一块啊，然后这个结构的地方啊，染一些，大概染一染啊，一会儿我们翻过来再瞅一眼。好，我们翻过来看一看。什么时候需要反面射色啊？像这样的时候就是反面射色。正面射色会影响效果的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比如说有梅花呀，它在里边如果正面射色的话，很容易有上面这还缺了一半，缺了一半，怎么染的？这是。哎，你看画出来，那么正面呢，它这个花的地方，它也碰到一点也不会，即使是在背面把这个花呀给盖住了，但是在正面，因为这个颜色在正面，朱砂在正面啊，所以即使你背面把这个盖住了，它的朱砂还是在正面。如果是正面染色，你上面如果用这个赭石把朱砂盖住了，那朱砂是在底下，明白吧？所以说，像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这个背面染色，选择背面染色，因为正面有太多的东西容易被破坏啊。从正面染色呢，会容易破坏，比如说这一块啊，这块比较花瓣比较多，比较复杂，那么我全罩住，它也不会多影响。但是如果从正面你这样罩住的话，这个花就特别脏啊，就会显得特别脏，明白了吧？为了避免这个花呀变脏，所以呢，我们选择从背面上色。大家竟然不知道吗？从来没试过是吧？从来没试过呀。我稍微吹风机再吹一下，关麦了啊。
好，翻过来了啊。那么我现在可以把树干可以给它染一下。那么现在你看啊，你看这一块，刚才即使是这个被这个赭石色盖住了，对吧？在背面被盖住了，但是从正面看啊，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明白吧？它该是朱砂色，它上面还是朱砂色。你如果是在正面把这一层赭石给它照过去啊，那这个地方就显得特别脏，明白吧？为了不让它变脏啊，所以呢就选择了从背面染色。那么现在把这个树干啊，树干呢是一个赭墨的一个颜色，有些地方还有一些花青啊，赭墨花青的这么个颜色。来，我们染一下啊。来点淡淡的这个墨啊，墨特别有立体感呢。对，这个冷不丁的会给大家来一些大家没见过的，对吧？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过的这些技法知识，所以一堂课也不能落下呀，啊，落下就是错过了啊。那么染这个树干的时候，稍微也要注意一下，其实也可以从背面染。先染一些比较深的地方啊，先染一些比较重的地方，要留白啊，记住要留白呀。不要全染上了啊，全染上了呢，这就比较闷。有些地方需要用水过渡，明白吧？是通过水来给它过渡过去啊，而不是说全部给它罩上啊，全部给它罩上。可以投屏啊，对，你如果没能及时跟这个直播，可以看一下回放啊。咱们的课程回放呢，在咱们的1号链接啊，小黄车1号链接，你点击1号链接，那么是120节课，120节课里边有包含了啊墨骨课，这个写意课，还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啊动物类的课。新来的同学呢，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作业点评都在群里边，都在这个学浪的这个学习群里边啊，学习群里边会有作业点评，好吧？因为最近画写意，1节课1张啊，1节课1张，所以咱们这个作业啊，老师又点不过来了。比较忙啊，回头我给补上。又跑墨了，有点跑墨了这个爪子。有些地方可以染一点淡淡的这个花青啊，花青墨啊，染一点花青墨。有一些深的地方啊，稍微染一点就可以了。你是在几群？
因为最近作业比较多，我是从前面往后面点。目前1群和2群啊，3群可能还没点到啊。你是3群的吗？3群的可能还没点到啊。3群的稍微等一等。你刚交的，我上哪点去啊？我也不能那么快啊。稍微等等啊。刚交的，别急，有的交好几天了还没点呢。前天交，别急啊。因为最近人交的作业太多啊。你看画完了啊，这个效果还非常好啊，这张画。这张画出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到没有？很漂亮的一张画。看案例不想画，看老师画了就想画了，是吧？是不是？效果非常的漂亮啊，非常漂亮。那么这个小鸟啊，干了之后啊，颜色可以稍微再给它加重一点，可以用刚才调的这个头绿加一点淡墨的这个颜色。你稍微的再给它染一遍啊，有些地方稍微再撕一撕，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啊。等这个树干呢，还有底下这些干了之后，你看这底下干了之后啊，它颜色也没有那么重，对吧？不会像反背面这么重。干了之后的颜色会浅一些，层次感它就会出来了啊。那么它是一个背景色，然后呢上面是梅花啊，后面还有竹叶啊、竹片，层次很丰富了就。包括梅花啊，梅花也很漂亮，是吧？梅花画的时候，一个是注意出枝，这些枝干啊如何出枝要注意一下，怎么组织啊？怎么组织画面？梅花的一些聚散啊，对吧？比如说这一块聚一点，这一块稍微聚一点，这一块又聚一点啊，它有这种微妙的聚散关系在里边，这个要注意啊。反衬的很漂亮，是吧？现在我们看看再画一张吧。梅花提个什么诗呢？落个款啊。梅花用的朱砂，这个深的地方用的曙红啊，深的地方用的曙红。先画好，再放到群里边，同学们看见好看就来，哪那么简单呢？好多同学不看呢，主要是好多同学加的群太多了，他看不过来啊。你艾特他都不看。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水清浅，飘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一个
等会儿把这个款落完了，咱们还有时间，咱们再整一小段啊，整一小段。你好，落写错了啊。挥毫落纸墨痕新。挥毫落纸墨痕新啊，几点梅花最可人。好，盖了个章啊，盖个章就行了。这个其实不应该提这么多啊，稍微提多了一点，因为这个空不够大了。好了，那么这幅呢就画完了啊，这幅基本上就画完了，4条屏凑齐了，我们再画一小会儿啊。